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为什么第20条中赵丽颖被强暴的戏份一定要保留？春节档电影争夺已经落下帷幕，虽然热辣滚烫在贾玲减肥100斤的热度下一骑绝尘，但要说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还是得看张艺谋。第20条凭借其直击人心的震撼实现票房逆跌，顺利走上冠军宝座。张艺谋总是能够以出人意料的创作手法直击人心，他的才华真的让人敬佩。第20条虽然票房略微落后，但却能引发观众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张艺谋再次将镜头对准了他深知的这一社会阶层，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位导演总是让人捉摸不透，他的上一部作品《满江红》看似悬疑探案，实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喜剧。而这次的第20条同样让人始料未及，表面看似喜剧，实则蕴含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主义。雷佳音和马丽分别饰演的韩明和李茂娟贯穿整部电影，他们的幽默台词让人捧腹大笑，却在不经意间消解了题材本身的沉重性。电影的前半部分让人笑得前仰后合，而后半部分则让人陷入深思。张艺谋用2个出人意料的情节，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在电影中，杨浩宇饰演的公交车司机张贵生因见义勇为而身陷囹圄，他的遭遇让人感叹社会的不公。而出狱后，他仍坚持为家人争取权益，展现了人性的坚韧。韩明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一方面帮助张贵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利用他。最终，张贵生的悲惨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也让人反思社会的冷漠和无情。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则是另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她天生残疾，女儿也面临同样的命运。为了筹集治疗费用，她的丈夫不得不借高利贷，结果却陷入了无尽的噩梦。郝秀萍在绝望中挣扎求生，她的遭遇让人同情，也让人对社会的不公感到愤怒。最终，她选择以死抗争，用自己的生命为家人争取尊严和权益。电影第20条自上映以来，便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便是赵丽颖所饰演的郝秀萍遭遇的强暴戏。对于这场戏的存在，观众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过于残酷，不适合在电影中展现，而有人则认为这场戏是影片情感与剧情的高潮，对于表达主题、打动观众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我看来，赵丽颖所经历的这场强暴戏，不仅是影片情感的高潮，更是影片主题的深刻体现。它不仅仅是为了博取观众的眼球，更是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与绝望。首先，这场强暴戏为影片的情感表达增添了浓重的色彩。当王永强被狗一样拴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郝秀萍被羞辱，衣衫不整，满脸泪痕地哭诉着不想活的时候，观众的情感被深深地触动了。这种情感的冲击，使得观众更加同情这一家人的遭遇，也为王永强后续的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情感上的铺垫。其次，这场强暴戏的存在，让影片的主题更加鲜明。在影片中，王永强的行为始终围绕着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条文展开。他之所以选择杀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这场强暴戏则是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当看到郝秀萍遭受强暴时，观众才会更加明白为什么王永强会选择走上这条不归路。此外，这场强暴戏还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的深刻反思。在现实生活中，强暴行为时有发生，而受害者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敢报案或寻求帮助。影片通过这场戏，
让观众看到了强暴行为的恶劣影响，也启发了观众对于如何保护女性权益、如何打击暴力行为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当然，对于这场强暴戏的存在，也有观众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样的场景过于残酷，可能会对观众造成心理伤害。对此，我认为影片在呈现这场戏时，采用了适当的手法，既展现了强暴行为的恶劣影响，又避免了过于血腥或暴力的场面。同时，影片也通过后续的情节和角色的心理变化，对这场戏进行了适当的消化和处理，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完整和连贯。总之，第20条中赵丽颖的强暴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观众的争议和讨论，但我认为它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它不仅是影片情感与剧情的高潮，更是影片主题的深刻体现。通过这场戏，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与绝望，也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保护女性权益、如何打击暴力行为等社会问题。同时，影片在呈现这场戏时，也充分考虑了观众的感受和接受程度，避免了过于血腥或暴力的场面。因此，我认为这场强暴戏的出现是符合影片整体风格和主题的，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很多事情不是逃避就不存在，我们只有直面恐惧，直面阴暗，才能心生阳光。电影也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电影除了可以给观众带来快乐，其实它也是一个教育的媒介，让法律通过电影的手段被观众熟悉，这样的效果要比上法律课更高效。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